各位好，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头顿市。那头顿是胡志明市的海边，它是往南走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。如果你在胡志明市已经玩了3到4天，那你想要去海边走一走，你唯一的去的地方应该就是往南走，大概3个小时，大约120公里的路程的地方，你就会遇到了头顿海边。如果你是从第一郡出发到头顿的话，你是搭计程车，你的计程车费大概会落在120到130万左右。我之前就有一个影片专门介绍说如何从胡志明市到头顿的方法。那除了坐车以外，当然它还有坐船，从区区那边也能搭船过来。那有关于这个路程路径的方式，我就不再多于详述。那我们今天来讲，如果你到了头顿市，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的？目前在头顿主要的有3个海滩，一个是 DIC 的服务区，然后再来是前滩跟后滩。我们大致上来看一下地理位置。其实，如果你从51公路直接到头顿市的话，如果都是直走没有转弯的话，基本上你一到头顿市就会遇到2个的主要圆环。那第一个圆环的话，如果你在第一圆环里面直接向左转的话，那你就会遇到 DIC 海滩。那如果你直接走到第2个圆环之后，你再一直往下走，那左转你就会遇到了后滩。那这个是比较大家知道的一个地理位置。我们讲一下 DIC 这个海滩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海滩它是属于浅滩。那我曾经在这里游泳过，我往前游50公尺以后，我发现到它的深度大概只到我的脚膝盖，或是比脚膝盖再多一点，所以它的海岸线是属于蛮平缓的，而且是属于很浅的一个浅滩。DIC 海滩再往前走一段路的话，就是所谓的后滩。那后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它的广场那边，它会有很多的旗帜在那里。那这个地方也是很常办活动的一个地点。你到了后滩海滩，那你到了沙滩这一边，你会看到很多小贩，还有在租躺椅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跟他租一个躺椅，然后躺在那。当然，你不要太晚过去，因为接近中午的时候，躺椅几乎都每个躺椅都会被人家租走。当你租了躺椅躺下了以后，准备休息一阵子，就会开始有很多小贩来跟你贩售他们的东西。当然，除了水果类，有一些会有一些海产类，它是当场现煮的。有一些会卖豆花，各式各样的点心都会有。在这里你可以轻松一下，享受一下美食。当然，除了后滩呢，还有前滩。那这2个海滩都是很多旅客会常来的一些地方。后滩再往前走一点，你会遇到一个爬坡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坡地。那在这里也算是一个打卡景点，可以看得到基督山。当然，你也最主要的，你也可以看得到整个后滩的全景。它这边算是一个打卡的非常美的一个景点。再往前走就是有名的基督山了。那这个上面有一个有名的基督山的雕像。这个雕像呢是头顿有名的地标，它能够鸟瞰一些海景跟一些美景。这里就是入口处，然后你从入口处，然后慢慢的爬的台阶，然后到山顶上。山顶上有2战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大炮，所以在这个山顶这个位置是属于很重要的战略位置。在这个山顶上可以看得到迎风海角这个景点，也能够看到疯婆庙，所以这个景点的角度非常的好。这个庙呢，跟印尼的巴厘岛海神庙非常的像，它都是在退潮的时候才能够跨过去。所以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美景，它刚好就在我们的那个基督山的前面而已。
在疯婆庙旁边，它还有一个景点叫做迎风海角。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绝佳的山地的位置，它背面靠山，前面靠大海，它是一个海角形的样子。因为在这里的风景比较美丽，所以很多的一些摄影师跟很多的一些模特会来这边取景拍照。这一个门就是网红必定要拍照的地点。再往前走就会遇到白田别野，那这个地方它是一座19世纪末的欧式豪宅，它刚好就位在头顿市的那个山头上。那这个也是曾经是他印度支那的那个越南总统的度假胜地，那现在最后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。再往前走，那下一座山的山顶上，你就会遇到灯塔。头顿灯塔算是一个美丽的景点，所以也是很多人必定会经过的路。再过去一点就会遇到头顿缆车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到达它山顶上的动物园里面去玩的。那我们早期去的时候呢，因为动物会比较少，那现在去的话动物会蛮多的。它上面的景点可以整个鸟瞰整个头顿市。缆车的费用我记得是40万一张，那如果是小孩子的话是20万一张门票。然后接下来在头顿，它也有博物馆可以参观。那比较有名的博物馆就是罗伯泰勒武器博物馆，它里面主要是陈列各个时代的武器，包括冷兵器时代跟热武器时代，大概就是这一些时间的所有的服装还有武器。接下来到了晚上，我们就开始享受美食。那头顿市有哪一些美食？那我们先讲一下头顿市的特产，它的特产就是所谓的魔鬼鱼，也就是空鱼。那这个是越南的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特产。那烘鱼在越南人他们的讲法叫咖喱。越南人对这个食材的做法是把它做成火锅，然后它一定是做成酸汤的模式，也就是说它那一锅汤是属于酸汤火锅。应该讲说越南人煮鱼率只有酸汤的模式，它没有第二种煮的法。在头顿呢，吃完晚餐你可以去参观赛狗比赛。那因为头顿这边有赛狗场，所以你可以去参观这一些赛狗比赛，而且这是别具一番风味的。赛狗比赛的开始时间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，你可以利用一点时间，吃完晚餐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到赛狗场里面去参观这个表演。赛狗场入门的门票是9万块越盾，那我记得好像它还有 VIP 室可以加价进去。逛完赛狗场，你当然就可以再去逛一下有名的头顿夜市。那头顿夜市里面它有所谓的海产，那如果你想要吃宵夜吃海产，可以在这里。当然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小吃小卖，包括鱿鱼丝一些特产。这一条就是海产街，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用海产。我们到了专卖鱿鱼跟一些小吃的摊贩店，那我专门去买它的鱿鱼丝，因为头顿的鱿鱼丝特别的好吃。那这个地方专门在卖炸鱼丸的，跟一些炸物类的。它偶尔也会有炸鸡，但是这个摊贩刚好没有。吃完宵夜，我们当然可以在头顿市区里面骑车到处逛逛。当然，在这个地方，它夜生活也特别的丰富。
它也有很多的酒吧。玩了一个晚上，我们隔天一大清早就起来准备要去吃头顿的小吃了。那头顿有哪一些小吃值得我们去吃的呢？那它最有名的就是本小。那本小是什么？就是虾饼。至于哪一家本小的店好吃，这个就见仁见智了。那有人说牛奶果蔬那一家不错，那也有人说有的某一家比较卫生，那这个就看你们自己去探索。那因为至少有10几家本小这个店在头顿市这里。那跟着本小很像的还有一种东西叫本扣，它也算是小虾饼的一种，只是它是用油炸出来的。那这个在头顿市也是非常有名的一种小吃。我今天介绍一个在头顿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，叫做40K 的螺店小吃。它隐藏在巷弄里面，然后它的标榜就是它的东西都是40K。什么是40K？ 意思是说它是4万块一份餐点，那它所有的餐点一律都是4万块，非常的便宜。而且我吃起来觉得这个的螺店做的品相非常的符合我们的口味，而且非常的好吃。phô mai, cái này là muối, cái này là phô mai. New Hasa. 胡志明市的人很喜欢在头顿市买海鲜，那他们很喜欢就是在这里买一些活海产，然后带回家烹煮。在头顿市有很多一些小的传统市场，他们都有在卖海鲜，然后他们的价格都非常的物美价廉，你可以在这里做选购。那如果你是要自己在这里现吃海鲜的话，那我通常会建议你到龙山这个地方。那龙山距离头顿市大概20公里远，因为你回程的时候都会经过龙山这个地方，那可以在那里吃一个午餐或是晚餐再回去。如果你们是要去它的和善餐厅，那你就要去注意到其他的传统餐厅他们一般晚上是有经营的，可是你如果是和善餐厅的话，那就只经营到下午5点它就收摊了，因为和善餐厅很多是没有店的。和善的餐厅主要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种餐厅，这种它是浮在河上的，然后你必须到港口去搭船，然后当地的小船呢就会把你载到他们的餐厅上，你可以在餐厅里面去现捞海产，然后去点菜，然后在餐厅上去享受当地的海产美食，是一个别有风情、特殊风味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在龙山是有特殊的一个风味跟地方的味道。我们大致上已经把头顿的景点都介绍得差不多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影片。